些疯狂抱怨我躲不掉的人，有没有沉迷过？在点开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或多或少是在看热闹。毕竟某网站上类似下面这样的差评不少：一个10岁的演员为了满足恋童癖暗恋一个大学生；赵露思全程剪辑的声音不像年轻演员那么正常；男主角和初中生调情是违法的；情节没有逻辑，只是粘在一起。吐槽够犀利，所以我想看看这部剧能否与长月一烬相媲美。毕竟2部剧的女主角都获得了4个平凡女性的荣誉，最后一口气追了13集。我不但掉坑里了，还忍不住想说，是不是因为吐槽偷的节目的人从来没有暗恋过、想象过爱情？14岁女孩对19岁男主一见钟情，吐槽最多的点，女主角桑植正在上初2，哥哥的同学段嘉旭到她家做客。当桑植拿着水果打开门进入哥哥的房间时，偶尔看到段嘉旭穿着白衬衫坐在窗前的书桌前，静静地翻着手里的书，阳光打在他的脸上，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误入凡间的仙子。这一幕在这种气氛下，别说桑植的目光无法移开，没有人会忍不住多看段嘉旭一眼。每当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好看的男人，我们都会回头看2眼，更不用说家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了。当然，很多 UP 主吐槽的并不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场景，而是吐槽不应该让一个10岁的演员演这种戏。这种小演员暗恋的戏会宠坏孩子的。首先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异性相吸法则，且不说10岁的孩子就会对异性产生好感，幼儿园的孩子也会本能地欣赏异性朋友。如果孩子成熟的早一些，10岁很可能是早恋的萌芽期。其次，剧中女主角的年龄是14岁。你见过或听说过初中生早恋现象吗？喜欢一个人不就是初中生的本能吗？个人觉得这个剧情被 UP 主称为恋童癖癖太过分了。良好的教育总是比稀疏的教育要好，与其担心孩子受到不良影响，不如正确引导孩子。广受好评的心跳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也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女孩的心跳。为什么不仅在中国失败，还被指控欺骗未成年人？关键是英雄此时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么让一个年轻演员来扮演陈哲元的花痴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2男主在女主哥哥面前调情，被吐槽最狠的一点，由于学业繁重，桑植没有，直到高2我才有机会再次见到段嘉旭。桑燕，桑植的哥哥，要和室友一起吃饭，听说段嘉旭也要去，桑植很主动地跟着他。看到段嘉旭的那一刻，桑植的脸就红了。于是段嘉旭开玩笑地说，他为什么看到我哥就脸红呢？几乎每次吐槽都要点一下这个片段。因此主演喜欢提起油腻男的称号，配角也被各种骂。显然段嘉旭的玩笑不恰当。从剧情的发展来看，桑燕的几个室友都愿意把桑植当作妹妹，那为什么一个哥哥就不能对妹妹说这样的话呢？问题是贾诩这段时间虽然没见过桑植几次，但桑植每次见到他都会脸红。那么通过陈述事实来自恋的吹嘘自己的外表，似乎并没有什么错。说实话，这不是破坏2个人的感情吗？看得出来男主此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女主发展感情。桑延被吐槽最多的是姐姐被笑了还在开车，剧中有好几个镜头是桑燕强迫妹妹桑植夸他帅的，可见在桑延的观念里，别人夸他帅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而且他们也很了解段嘉旭的性格，当然不会感觉段嘉旭在跟女孩子调情。我不明白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3情节不合逻辑，只是有点衔接，对或错。坦白说，这部剧的表演确实没有什么逻辑。前11集是女主视角的暗恋，后面是男主主动，所以从女主角的角度来看，就好像这些碎片被缝合在一起一样。比如初2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就趁机约段嘉轩去学校和老师聊天。他们再次相遇是在高2那年，他们是在一家甜品店认识的。更明显了，可以说
任何一个片段拿出来，都是少女心炸裂的程度，不适合成熟的体格。他们的故事之所以是没有完整故事主线的片段，是因为这些片段就是故事的主线，而这些片段之间的距离就是他们爱情的距离。初二，那个懵懂的女孩虽然对他一见钟情，但她只是将思念埋藏在心里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高二时，女孩庆东爱上了他，但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两人又分开了。大二那年，男孩和女孩再次相遇，上演了双向甜蜜。这样的爱情谁不迷茫啊？ YY 不是很酷吗？非要宣扬血腥剧情才算是爱情吗？四莱拉的尾声，当然这部剧还是有很多瑕疵的，但整体观感不会让人完。看完嘲讽某网站的视频后，我真的对走不开感到委屈。思考，凡是在青春期曾痴迷或幻想过爱情的女孩，一定能够体会到这部剧营造出的暧昧氛围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杨洋新剧脱脂效果如何？难道他只是青春油腻阶层的代表？记得去年第一支预告片发布后，杨洋屡遭 diss。在玩游戏的网友看来，六指钢琴怪绝对不可能因为电台 DJ 的炫耀而带队夺冠。杨洋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，他先是开始捉弄自己，就像躺着捉弄一样。因此，主打电子竞技的全职高手，前15分钟就有血腥的战斗场面，通过 CG 手段实现的游戏画面约占整部作品的30%，还原了原作中的大量精彩场景。金钱的味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看似军校草根的杨洋是如何培养出网友口中教科书级别的油腻感的？网友总结了几点。首先，在拍了几部言情剧后，杨洋浑身散发着自恋的气息，仿佛能突破宇宙。想要锁定胜局，就得装帅。二是微表情太多，无法收放自如，比如拍照时的咬唇、吸嘴等，而且拍摄时表情夸张，五官过于用力，呈现出十足的油腻感。有网友提到，还记得《三生三世》，因为杨洋的脸对电影版抱有那么大的希望，你却给了我史上最油的夜华。海底捞拉面的尴尬舞蹈怎么了？十里桃花生变成了十里拉面。去年播出的《舞动乾坤》原创作品是胡润原创文学 IP 价值榜中的一大 IP， 占据第1和第2。很多人预测，这样的配置不能说是辉煌，但至少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吧。虽然播出结果喜人，但结果是口碑和收视率双双。除了混乱的剧情安排、不合理的逻辑思维、脱线的演技之外，杨洋的油腻再次成为槽点。他的角色最初被设定为一个痞子，看完《神仙姐姐》，那些眯眼加张嘴、眨眼自我祝贺等夸张的演技，被吐槽的时候不像流氓，反而像流氓。奠定了几块基石后，侧笑的杨洋几乎成为了青春油腻界的代表。网友抱怨铁不能炼成钢，杨洋还在吗？